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吴教你炒美股盘前快评。简单说一下我的分析方法，我主要用的是缠论、波浪理论，再结合一些传统理论。我们来看一下盘前，首先要跟踪一下指数，然后还有频道里面有朋友问的两个小的股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市场上动能比较强的。首先来跟踪一下这个标普指数。那么标普指数从5264现在回踩已经成底了，现在我们关注重点就是这个延续，是不是要继续延续下跌，还是说从5146就能够转折？这是我们近期要关注的。看一下次级别，那么次级别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以5264作为分节点，那么它的左侧是一个三中枢趋势上，对吧？这个结构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结构非常清晰。然后从5264的右侧的话，我们的关注重点就在右侧，主要看一下5264这边，这里现在是有一个可以叫站定的一个中枢，因为为什么说叫站定呢？因为这一笔啊还没有办法说它完全结束，因为它现在是在这个一个非常小的周期里面，5分钟或者说是1分钟里面是有中枢，但是呢，在1小时，我们现在看的这是1小时，在1小时上的话，它还可以继续往上涨。如果说继续往上涨，再次突破这个小高点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5222.18。如果说再次突破52.18的话，意味着就是这个5164上涨的一个延续。那么如果说这一笔继续向上延续的话，它这个中枢的位置就要发生变化了。不管怎么样吧，它只要不出现一个非常强势的往上走，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非常有力度的去突破5264的话，都是在这里形成一个中枢，只不过就中枢的位置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固定下来，对吧？所以说关注重点就是前面几个小高点就好了，只要不突破往上走，那么你形成中枢之后，你甚至是在这里可以震出不超过9段的话，看看能不能够形成一个震荡中枢之后，再选择给到一个小3码，再离开这个中枢。那么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确认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呢，如果说你想往下走也没有关系，这里形成中枢了，然后在那里震几段，然后一个离开，然后给到一个小3脉，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从5264的一个下跌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它这个中枢整体来说，它就能够盘出的结构更饱满一些。那么这样的话，进入段也有，离开段也有，小3脉也有。这样的话，整体来说，这是我经常说的，为什么说看一下结构是不是够饱满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现在这段它不够饱满，所以说不够饱满的话，它可能如果说再加上市场上现在其实在等待的就是明天的这个 CPI 数据，对吧？这个 CPI 数据可能才是一个重头戏。那么今年的话，估摸着也就是在这个小区间里面继续震，然后就继续等待这个数据的一个发布。好的，这是针对指数的话，相对来说目前是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比较一个枯燥的一个状态，没有大的波动行情，没有大的行情，那么你只能去更小的周期去看。如果说你的操作能力够，你能去操作1分钟、5分钟、15分钟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能力的话，还是建议把这个你操作周期拉大，对吧？看一下，多看看1小时、日线、周线这些级别，这样的话，会避免很多过度交易。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过度交易是一个大问题。当然了，在最开始你练习的时候，大量的交易，你去有目的的交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你已经形成了体系之后，还是过度交易的话，那你会造成，因为越多的交易会造成越多的错误，对吧？所以说，交越多，需要你的精确度越高。那么，为了避免这种过度交易的话，其实是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周期提高。多看大周期的话，因为大周期想要形成一个信号的话，比如说大周期想要形成一个底分型，或者说顶分型，它需要的时间跨度长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利用这种方法就能把自己的手给捆住了。这是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窍门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手捆得住，不去做很多不必要的交易的方法，就是把周期抬高。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问的这些小票。首先有两个小票，这两个小票我们可以看这个涨幅啊，最近好像涨幅都比较大，大家可能是特别比较对这种涨幅比较大的关注度比较高吧。
但是这种其实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你如果说不太了解它的基本面儿的话，然后只看涨幅的话，如果说又是没有办法分配好一个仓位的话，其实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说，还是量力而为。我们在这里只是因为他有问到这个，我只是拿来做分析，而不是用来做喊单或者怎样。所以说，还是要量力而为吧。不管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这应该是一个新上市的一个股票，日线上这个 K 线结构比较少。我们看一下一小时上，一小时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一笔上一笔下，然后再加上一笔上。现在其实就在走大三浪嘛，在一小时上走一个三浪的一个结构。那么三浪的话，它的内部也有很多小结构，那你需要去5分钟或15分钟上去看一下有没有更清晰的结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它这个三浪也基本上冲的差不多了。那么如果说给到一笔回踩的话，碰不到这个前面这个小高点，还是只是一个四浪回踩，还可以有五的话，力度就看强弱了。如果说比较弱的话，那可能在这里给你盘出一个中枢来，然后再选择一个方向。如果说它这个力度非常强的话，那可以是，这样。那么出现一个5之后，你可以去跟3比较一下有没有背驰，对吧？出现背驰的话，它还可以再下来，回来碰不到这里的话，还可以再有一个7，就是这样的一个以浪形的一个模式往上走。如果说出现5了，然后也有背驰了，那可以再下来，这里形成中枢后再往上走。基本上就是一个目前它的那个周期图形 K 线比较少，所以说只能多关注一小时上。好的，我们再看一下他问的这个 ALCC，这个他说是可能是有一些收购或者说通过 SPAC 上市的一个特殊的股票。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吧。它整体的话，之前的一个结构其实还挺有意思。从这个起涨点的话，有一个周线上这里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这里有一个大底，然后这里还给到一个周线的一个300，然后上去了，对吧？那它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具体的基本面或者说什么时候被收购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只关注一下最后这段儿，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说的了。它涨得非常猛，对吧？你现在去追它吗？涨了这是22%，昨天涨了22%，然后你看着好了，你想往里进是吧？那你就冲吧，看看你敢往里加多少。你冲进去了，啪一个大回调下来，你看着你不多，但是我们从昨天的收盘价直接砸回到那个13的话是16%。那你如果说有那个能耐，有那个心态，这种票随便去玩，对吧？你这个东西就是刀口舔血嘛。这种票你如果非常了解的话，然后又有那个能耐的话，去操作没有问题的，对吧？所以说它具体往上涨多少，没有人能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能涨多少。它可以一直往上涨，对吧？只要没有结构，可以一直往上涨。现在就是一个要离开这个下面这个大的这个箱体的一个结构，没有其他的话没有可说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市场上动能比较强的，首先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昨天我们已经说过，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在箱体震荡的一个操作，就是日线上非常清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箱体了，形成一个中枢了。那么中枢的那个操作策略很清晰，上方减一减，下方加一加，只要不出现300或者说是300，对吧？不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就维持这么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因为中枢震荡嘛，它是没有方向的，就是一个中阴段。这是比特币，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英伟达，英伟达还是一样，现在一直在这个位置已经横了将近能有多长时间？能有从3月份一直到4月份都已经快2个月了，对吧？1个半月是有了，所以说它这个还是比较焦灼的。这个焦灼这个词儿，我今天好像第2次说了，就是因为现在它之前涨幅也是比较大了，对吧？从这个起涨点392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离开，然后现在我们期待的就是出现起码日线上没有变化，你要么再次突破974，要么再次跌破841，这两种情况都没有。没有的话，在日线上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对吧？你往上涨到突破974的话，可能会想着去减仓，或者说把这个盈利比较大的稍微那个仓位减一减。如果说跌破841的话，如果说力度不够强，就回踩比较弱的话，我可能再加一加。但是现在两种情况没有，那你能做的就是等待。那么关注还是它的小周期，也就是一小时上，一小时上这个周期它已经超过9段了。不论你是从974
作为起跌点分析，还是从这个下面这个662作为起涨分析的话，它都超过九段了。但是我们说过，超过九段之后，不是马上已经九段了，立刻要离开这个中枢了，要升级了，对吧？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它有级别的一个变化，就是所谓的级别的变化，就是比如说现在在这震，然后突然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往上拉升，或者说非常有力度的往下杀下去。这个所谓的有力度，就是那个级别不能够大，一定要是小周期的一个往下走。那么这是在现在看的是1小时上，你需要去5分钟上，甚至1分钟上有一个快速的拉升或者快速下降的时候，才有可能脱离这个1小时上盘的这么大一个中枢，对吧？你这个逃逸速度不够强的话是跑不出去的。所以说现在就是1小时一个中枢震荡，这种中枢震荡现在是越来越小，你发现没？它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所以说有能力就做，没有能力你就场外关注。再看一下苹果，苹果的话，昨天是又出了一个，照比上一周是出了一个低点，是最低点在168.24，但是它这个最低点还没有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就是前期出现底分型这个低点，也就是4月2号周二这个低点，那么正好还差一点点。如果说今天它如果说选择跌破这个168.23的话，意味着是从199下跌的这个第五浪的一个延续，第五浪延续下跌，对吧？那么第五浪它至于它继续能走多远，那这就是你就牵扯到预测了，对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跟踪它。那么怎么跟踪呢？就是去它的更小周期了，看一下178到这个168.23这段的一个内部结构，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现在看一下它1小时上的结构。那么这就是1小时上178下跌的这个结构。那一小时上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1小时的中枢，现在就尝试其实走中枢的1小时的中枢的离开段，这里有进入段，这里有离开段，它这个明显表现的已经非常的弱，就是下跌的动能不够强啊。MACD 的表达也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随时这里就完事儿了。那么如果说在1小时上能够，因为它的结构已经很饱满了呀，对吧？你想要那个继续往下沉的话，你需要有表现呢，你不能够说我个人主观觉得苹果不好或怎样的话，然后不根据当下的图形上没有表现出来，就说明它这个下跌的动能不够强啊。那么也就是说，那些主力也好，那些大户、大鳄呀，那些大机构或者说巴菲特，他们不愿意卖呀，对不对？他们不往下砸的话是砸不下去的。苹果这个盘子，你觉得散户那个仨瓜俩枣能把苹果砸下去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说继续往下走，那么说明是有更好的位置。因为我个人是非常看好，首先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图形上就给到了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位置它也就是往下再沉一沉嘛，那么沉一沉就到了这个，因为周线上还是有一个位置的，是166这个位置，我一直提过这个位置，就是120周均线。如果说能够踩一脚120周均线的话，也就是166附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周期进场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可以再往下沉一沉，看能不能踩一脚166。那么踩一脚166之后，如果说稳妥的话，也可以再等待一个底分型，一个相当于一个确认嘛。然后再看一眼这个从178下来这段的一个内部结构，因为它内部现在也是带中枢的，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其实已经很饱满了。所以说往下走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加仓的一个位置。起码现在其实就做的就是这段结束，首先要确认结束，就做的这笔反弹，因为这笔反弹你不知道它是一个只是这种弱的反弹，到了这个前期几个高点连线的这个位置，还是说能够出现一个强的一个直接出现转折的一个反弹，对吧？或者说那个一个走势，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说这两个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潜在的这两个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操作。那么既然给到了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就根据结构做就好了。好的，我们可以再看一眼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受到马斯克的这个关于这个 Robot Taxi 的这个新闻的一个刺激，昨天是上涨了，就是比其他的走的都好，将近5%的一个涨幅。但是其实并没有脱离我们整体分析的这个图形。先复习一下周线，周线上我们是一直盯着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178.2，对吧？这个等比例怎么来的呢？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一个比较，有一个中枢。现在虽然说是在178.2之下，但是并没有很有力度的脱离它，意味着这里可以再拉回到这个上面也是没有问题。
那么回到了这个178.2之上之后，你就要关注了，这时候就很有希望反弹成一笔了，在周线上。那么成一笔之后，你就要关注能不能够回到这里，不能够回到这里，还是一个周线的一个三脉，还要再次下来。那么在周线上有可能有希望给到一个盘整背驰，那么出现这种大周期，就周线这种大周期盘整背驰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做多的一个位置。那么再看一下265到这个160这段的日线，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就是265下跌之后的一个日线。那么在日线上有一个日线的中枢，其实现在针对这个中枢啊，它没有说，还是跟刚才我们分析指数一样，没有出现针对中枢，只要不出现三买，或者说出现三卖，都是继续维持中枢震荡，对吧？因为三买和三卖是用来判断是否围绕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有了唯一标准之后，其实操作就容易了，对吧？那么现在又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就继续中枢震荡喽，对吧？如果说力度强一点，那就厉害了，强一点能够突破这个打穿这个中枢，也就是说突破前面这个中枢的上沿，我们把这个价格也标出来，184.25。如果说特斯拉这个因为这个数据刺激也好，还是其他消息面的一些刺激，如果说能够有力度的突破这个184.25，那么就厉害了，对吧？如果说它能这样往上走的话，然后再给你一个回踩，不进入到这里，那么就是一个小三买，那么立刻就从这里就能断开了，或者说从前面这个160.85，因为这两个价格是一样的，你从哪个分析都可以，这个就是一个选择了。这个我也可以多说一句，因为它两个价格是一样的，对吧？这两个点位的相当于一个双底嘛，这两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出现那个反向走势的话，你从前面这个160.5断开，或者说是从后面这个105点断开，作为一个分析都可以。如果说从它断开的话，那么就是这样走反向，1、2、3、4、5，对吧？如果说从后面这个断开的话，我把这个取消掉，那么这样更清晰一些。如果说从这里作为反向的一个起涨点的话，那么就是左侧一个在中枢的一个盘整下，然后右侧可以这样往上演变，对吧？是有这么一点点的那个微小的区别的，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一个进出。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再见。